早安，新会美女，今天打扮的好好看啊。胖叔，您真不会夸美女，人家新会是天天都很好看才对。胖叔 Kate， 谢谢你们的夸赞了，我都开心的飞起来了。胖叔，我想知道，像我这样忙碌上班族，巴菲特爷爷有没有建议比较轻松简单、不用大脑的投资方法啊？巴菲特爷爷其实有一个很有趣的世纪赌约，等会我来跟你们讲讲这个故事。胖叔，巴菲特爷爷不是说不要投机吗？ Kate， 我也记得巴菲特是不赌博的哦。你们说的没错哦，巴菲特作为全球认可的股神，是主动投资者的杰出代表，但是巴菲特却在不同场合多次推荐指数基金，其中最有名的就是巴菲特的世纪赌约。2007年12月19日，巴菲特在 Long Bets 网站上发布了10年赌约，在2008年1月1日到2017年12月31日的10年间，标准普尔指数的收益表现将超过扣除手续费等各种成本后的对冲基金组合。赌注是100万美元，如果巴菲特赢了，这钱将指定给巴菲特指定的慈善组织，反之将给对方指定的慈善组织。胖叔，最后是谁赢了这场赌约呢？哈哈，巴菲特说，我充满期待的等待各位基金经理来挑战，毕竟他们有能力让客户掏出几十亿美元来，他们不应该害怕拿一笔小钱出来和我赌一把。但是随之而来的是一片寂静，几千名职业投资经理里，最终只有一个人泰德希德斯应战了，他是门徒基金公司总裁。泰德选择了5只对冲基金作为投资组合，期望能够战胜标普500指数。美国的对冲基金类似于国内的私募投资基金，是主动投资类型中的精英代表。当赌约进行到第9个年头，标普500年化收益率已经达到 7.1%， 但同期基金经理挑选的基金收益率只有 2.2%， 挑战者看最后1年翻盘无望，只好提前认输。在2018年巴菲特致股东的信中，他再次完整披露了这10年赌约的数据。标普500指数以 8.5% 的年化收益率碾压所有5只对冲基金组合。这5只精挑细选的组合，除了在2008年股灾中跑赢了指数，在随后的9年里，这5只基金作为一个整体，收益率每年都落后于指数基金，其中1只组合最后还被迫卖光。赢得赌局后，巴菲特说，长期看，确实有部分有经验的人能超过标普500指数的表现。然而在我的一生里，我也就提前判断出10位左右的专业人士，能够如同我预期的一样完成这一壮举。当然，一定有成千上万的指数超越者是我没有见过的，毕竟跑赢指数并非不可能。不过，问题在于大多数试图跑赢指数的基金经理最终都会失败。我们从这里可以发现，巴菲特认为战胜标普500指数是一场壮举，只有很少的人能够实现。事实上，在这场世纪赌约之前，巴菲特就已经多次推荐指数基金了。1993年，在巴菲特写给股东信中，巴菲特第一次谈论指数基金，他写道，通过定期投资指数基金，一个什么都不懂的业余投资者竟然往往能够战胜大部分专业投资者。奇怪得很，当傻钱知道自己的缺陷时，他就不再是傻钱了。1996年写给股东信里，巴菲特第2次谈起指数基金，他写道，对于各位的个人投资，我可以提供一点心得供大家参考。大部分投资者，包括机构投资者和个人投资者，早晚会发现最好的投资股票方法是购买管理费很低的指数基金。扣除各种费用后的指数基金投资收益率，肯定能够超过绝大多数投资专家。1999年，巴菲特对先锋基金创始人约翰伯格的共同基金必胜法则评价说，令人信服，非常中肯而切中时弊。这是每个投资者必读的书籍。通过持续不断的改革，伯格为美国的投资者提供了更好的服务。2003年，巴菲特在写给股东的信中说，那些收费非常低廉的指数基金在产品设计上非常适合投资者。我认为，对于大多数想要投资股票的人来说，认购成本低廉的指数基金是最理想的选择。2004年，巴菲特在写给股东的信中又说，通过投资指数基金，本就可以让他们轻松享受美国企业创造的优异业绩。但绝大多数投资者很少投资指数基金，结果他们的股票投资业绩大多只是平平而已，甚至亏得惨不忍睹。2005年致股东信里，巴菲特直接指出，投资管理机构及基金经理向他们的客户收取大量费用。然而，将这些机构和经理当作一个整体来看，他们是通过收费让客户赚得更少，
让客户的回报率落后于最简单的指数基金被动投资。2006年，巴菲特写给股东的信发布后，就有了世纪赌约。2007年，巴菲特还说，我个人认为，个人投资者的最佳选择就是买入一只低成本的指数基金，并在一段时间里保持持续定期买入。2008年，巴菲特被问，如果你只有30来岁，没有什么其他经济依靠，你存的第一个100万美元将会如何投资？麻烦你告诉我们具体投资的资产种类和配置比例。巴菲特回答道，我会把所有的钱投资到一个低成本的追踪标普500指数的指数基金，然后继续努力工作。胖叔，听起来巴菲特爷爷很推荐一般人可以持续买进指数型基金耶。巴菲特爷爷确实是觉得指数型基金手续费便宜，绩效长期稳定。终于找到我这种投资小白可以不用大脑的投资方法了。但胖叔，我想问的是，您是靠指数型基金才致富的吗？ Kate， 你问到点上了。胖叔是自己组自己的播客下基金，透过分散投资优质股价便宜的好公司，慢慢致富的。后续胖叔再跟大家讲讲，胖叔随便讲，大家随便听。喜欢记得点赞及小铃铛订阅哦。